好，来看看今天的比赛。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，是来自于老 K 和姑姑啊两个人的这个1v1比赛啊，传说中的单挑大门赛。这场比赛呢是500块钱奖金，两个人打的也是不亦乐乎，而且小狼发现也是非常精彩，就重新给大家伙翻录一下。那正常来讲呢，对于上次的预告呢，小狼做的还是不是很完全。这场比赛是极其淫荡加猥琐啊！当然呢，作为1v1比赛呢，只有一个人物之间的类街霸形式对决，也就是3局2胜，所以说难免呢，咱们在观影中当中，有的时候快，有的时候慢啊。这个大家伙都知道，不愿意当快男生，所以当然最近小狼淹了之后啊，又发炎，所以说这个嫂子啊总是有点怪怪的。大家伙听起来如果有不适，或者说感觉到要睡觉，这个大家伙请及时的啊，这个反正是你想要催眠的话，这事没跑啊。这场比赛本身也很催眠，可以看到第一局一上来，两个人就使出了这个挤奶的劲儿啊。一顿这个段子绝孙腿，时间的压制之下，这边，哎呦，老 K 呀，这一脚咱们还本身6秒钟，这个说句实话，刚才老 K 有点太慌了，他本身嘛都已经是赢的，人家练了一个败招，然后老 K 呢，他居然选择后，这个人太稳了也不好啊，这个，然后结果最后呢，在血量上呢，差一点就这个对吧，就防守住，结果被对方踢了一脚，时间到，然后就没有然后。好了，两个人在控制距离。这个当时这场比赛呢，咱们在打开局面的情况下啊，当时呢，这个黄姑是这么说的啊，这个姑姑是这么说的，他说这个1v1这个单挑老 K 大门，他不虚，就是他不怕啊，不怕老 K 大门，所以说呢，引发了一场赞助啊，咱不管是不是这个，反正就这个意思啊。第一局你还真别说，姑姑啊这一局大门，第一局呢咱说运气好，加上对方确实有点这个疏忽了，有情可原。第二局呢，这个姑姑的跑抓啊，加上角落的这个什么这个拳脚牵制也确实不错。第二局一上来可以看到跳地有 counter 过来前一个跑抓，左右确认的时候呢，老 K 这一局啊，这个作为这个大门的开发者啊，应该说老 K 呢，这个开局打的并不是很顺。你可以看到朝天脚连续的2连踢，然后呢跳 A 打中，好像给人一种感觉，每一点啊 K 神都是被对方这个防守的压着打，他自己并没有考虑到对方到底是怎么一个套路。所以说呢，在1v1节奏上呢，因为上来两个人都没有气儿，然后并没有说这个大门打八神，大门打这个千鹤或者大猪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可能玩法就不一样。我觉得老 K 的大门为什么厉害呢？他的大门可以打任何人，就是说他打八神、大猪什么都可以。而2人转这个大门呢啊，专攻于这个大门单挑也确实不错。当然呢，你可以看到第2局的第1局获胜之后，结果老 K 好像有点玩心眼儿，没玩明白。那最终还好是一个跳抓，咱们可以看到朝天椒再朝天椒，前2次朝天椒，然后这个朝天脚这个位置吧，踢完了之后接蓝之山，事实上这个手法一定要好。其实你看啊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大门跟大门单挑的时候，有时候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？就是说他这个里头没准还能中，因为对方切防的时候里头是不怕切防的。原地跳地，前小抓蓝之山，落地回身地头，前跳地回身。朝天脚一点，再跳地，踢一脚反右，哎呀，这一局被翻了。这一局老 K 应该说本身第一个蓝之山抓的就是非常的极限，第二个原地跳地反摇臂，然后这个皇姑是想要摇蓝之山，最后呢摇出了一个跟反，然后呢反摇臂这招啊，大伙儿看我这嗓子啊，直接就中断了。反摇臂这个招呢，其实就是看起来好像跟闪身差不多，其实差远了。反摇臂呢，它是不可能闪到对方身后的，大伙儿知道吗？而且这个时间虽然说是一样，但是这个由于闪不到对方身后，对于自己的这个责啊还是非常靠谱的啊。两个人打成了1-1平，应该说皇姑是连胜3小局，然后呢老 K 呢是胜2小局。按照这么一个情况下啊，如果按小局来算呢，当然按小局算是不科学的，因为这个流气儿方面上呢，在后小局也会流。重攻击，然后漂亮，老 K 呢翻回一局之后呢啊，以这个2-1战胜对方之后呢，再一局上来之后，这个大门你可以看到啊，朝天脚前重手，然后前下臂挥空，然后马上吸尘器的抓。什么叫吸尘器的抓呢？就是说白了啊，原本这个位置呢是抓不到对方的，但是呢他抓这个蓝之山，
对方正好练招的时候，比如说对方练个站重腿啊，练个什么头上伏或者下重手，哎，你不练还好，你一练这个位置够了，给他吸过来了，哎，这就是传说中吸神气势。好了，跳地打对方攻防，落地地击得落，这是一个反手的确认。在指令头方面上呢，离得近的话，反手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招式，尽管伤害不是很高，除了超必杀啊，但是呢，如果按照什么呢？如果按照距离的话呢，反手和正腿的话，那肯定是正腿的蓝之山稍微的靠谱一点。第三局可以看到老 K 呢也是来一个2比0，直接拿掉对方。这一局呢，基本上皇姑就是被压着打，完全没有还手的力量，尤其是在跑抓的过程当中。好了，看看现在占臂1点，两个人左右轻手一摸占臂，两个人在控制距离啊，前重手朝天脚，远距离左右重攻击，朝天再一根。各种不控制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看到啊，其实皇姑的防御还是挺好的啊。他这个防御就是什么呢？宁可让自己就是被踢几脚无所谓，但一定要封住对方的这个招式。可是这一局老 K 的拳脚打的也不弱，脚往里面两个人连续好的前头上伏，这个呢可以多择的啊。头上伏本身打起跳，但是相杀一点也不吃亏，因为自己的血量非常多。咱们看老 K 在微操就是微信操炮友，不是。微操就是微型的操作啊，就是大家伙懂的啊，就是慢慢移动也好啊，这个就是控制这个距离。应该说呢，这个就是动态龟当中啊一个非常至高的这么一个境界，就是说，你离我不动，你龟是吧？我不是站着不动，我走，但我走的那个速度特别慢，然后控制好这个距离，让你打不着我，我能打着你，这招很烂。好了，老 K 这一局应该说2比1领先之后呢，第二小局有点吃亏，刚 CD 过来前冲跳起来被摸。好了，这是给了一个机会，天地反前跳再，哎呀，他这个他两个前跳再打地雷阵的这招是中不了的啊，因为这离得太近了。再有一点呢，就是说他可能是想要打两个前跳一个跳 C 逆向，可是时间没有掌握好。对方起身已经是一个头上伏的节奏啊！当然这一局两个人打成了这个1比1小平。看看前跳 CD 卡空，朝天脚，原地起跳地一蹬，落地在朝天啊！老 K 这个拳脚真是，他把这个距离算得很好。这局皇姑好像挺着急，然后打不进去，老 K 非常的沉稳啊！朝天脚，忍一下再踢。感觉一个重攻击换一个暴气的轻腿，其实还是轻腿不合适啊，这个不用想的啊。连续的断腿绝钻漂亮，这一次距离卡得非常好，跳地踢得非常远，正好是直接超级蓝之山，然后地雷阵一点，时间快到了，老 K 呢也是选择暴气，想要打高伤害，但是我操，直接捡起来，漂亮。时间卡的也正好，应该说啊也挺屌背的啊。我个人觉得咱们可以看到，这个麦头回放呢，皇姑呢，他在这个地雷阵打中之后呢啊，打完了之后他的心情呢应该是非常的愉悦的，因为时间快到了。可是，在防守过程当中，没想到对方也打得非常拼。暴气呢，给人一种感觉，原本是想要拼这个拳脚，结果没想到老 K 却选择出了个抓，这样他比分是3比1。总比分的老 K 是领先。好了，这一次又是一个前的迎面抓，后跳原地起跳一个阵，站臂之后再前进又是一个抓，这个拳脚加跑抓啊，姑姑好像反应速度略显不足，尤其是在这一局呢，有点这个心虚。玩大门的，说句实话啊，你要往死进攻呢，说句实在话，那有悖于大门的这个生存之道。但是呢，盲目的防守也不行。好了，你可以看到老 K 的进攻插入啊，他这个插入的很深啊，确实很深，都顶到底了啊，漂亮！又是跳地，直接一个反手，这小手法啊，竖起你的中指和无名指往上一掏，我操，都出水了，我是都没谁了啊！这种大门确实太变态了，4比1。这一小局给人一种感觉，好像2比0的比分也就1分钟啊，就结束了，确实太快了啊！当然，看看这一局两个大门，下臂远距离，朝天脚一踢。你看啊，老 K 的表面上他一直在出招，哎呀，好的，刚想夸你啊，结果呢就被反抓了。看看落地一个阵，朝天脚一根。落地下盘，这局你可以看到啊，30多秒，老 K 呢是损失了半管血，
慢慢再往里打，两个人都没有气儿，所以说这一局也说不定。好的，是一个迎面式的跑抓，原地起跳，直接一个震，跳地落地回身，再跳地，我去，老 K 的控制能力真太好了，后一个震。这个震的啊，可以把对方震死。如果直接接正朝 C 的话，应该是拽不死的。想法呢是很贪，不过呢这种方式成功几率不是很高吧啊。这种呢其实虽然说算不上是随缘震，但是呢比这个随缘震呢，也强点儿，但也强不到哪去啊，也不是100%啊，也是靠一些这个帧数。好的，又是一个前点跑抓，这一局第一小局呢是说白了是一个翻盘局面。老 K 呢总是在蓝之山上做文章啊，有的时候蓝之山他不打满，他打2次呢想要去择，但是当然啊，择的并不是很好。咱们看这一集，我操，精神病啊！虽然最后皇姑是抓住了这么一个蓝之山的机会，但能否翻盘？前跳逆向 C 落地反跳踢一脚。轻击下盘想要闪现的，这个明显要咕噜币啊！这个咕噜币太假了。咱们看一下刚才扣过来跳 C， 再跳 C 踢一脚。如果他这个后跳地的话，应该也不会打中。所以说皇姑呢，他的想法是要抓蓝之山，可是呢忽略了对方防守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问题啊。这样的话呢，看看两个大门，连续的站壁。好了，看看轻手一摸，连续的啊，这个获胜5局啊，皇姑确实也是这个心情非常压抑。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局皇姑大门啊，拳脚，哦呦，精彩！站壁重手，距离不够，被踢一脚无所谓，反踢他往前蹭一点非常重要啊！你看这个影跳。他知道对方很可能会，他这次不是站 B 就是站 C 站 D 的，所以说呢啊，这个老 K 呢刚才这个跟法啊，绝对是有想法。可是呢，皇姑反应速度很快，马上一个影跳力这一小局是获胜1局，皇姑能不能结束对方5连胜？但是这一局老 K 的蓝之山抓完之后呢，心情也是不是这石天通抓完之后心情也是非常的愉悦，被抓回来。扣下来扔进角落，看看皇姑怎么打。前站壁，哎，这个站壁有确认出蓝之山的意思啊，有点类似于确认蓝之山啊。这个，这招呢，其实远距离的话呢，这个打不，应该说去也有机会能接上。两个人同时出指令条，但是系统呢是判定给了皇姑。这样的话，姑姑呢是结束对方5连胜，比分到5-2。两个人如果每一次都是2-1的话，这个比赛时间也是非常长的。可是呢，如果要是2-0的话啊，这个比赛时间会大大的缩短。就好比这个正常拳皇打到第5小局和第3局就结束了，是2码事的啊。这个时间确实差了很多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局5-2之后呢，皇姑结束连胜，他的气势应该非常不错，而且这一局转到进攻，起身的架招，然后再往前压，轻攻击站壁，老 K 开始反击，跳地抓了一个天地反，8个阵。其实这个霸阵严格来讲还是挺好破的啊，头上符或者玛丽的这个西亚轻腿。可是有的人就是天生就是会破这个阵啊，就是成功几率特别高，10次能破个4-5次。但有的人基本上你怎么点也破不出来啊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好了，跳 CD 前轻手挥空，左右下臂朝天。这个你可以看到啊，跳地踢中的人不代表啊你的跳重腿踢中人，但是不代表你能抓住对方蓝之山。这个也是跟位置和你踢的这个滞空的这个时间差。如果你在空中这个过早的出腿，那么落地你很可能会被对方抓。大伙儿懂了啊？好了，跳地落地反摇臂，直接天地反，回身一个阵。皇姑这一局应该是保持连胜的节奏啊，结果果然是一个前跑抓。天地反跟反大圣龙小圣龙，这是一个正常的战，然后前2次行没动，轻手再次的一个跑抓，这个轻手卡位卡得很准啊，这个轻手确实卡位卡得很准。看看这一局2次行想要往前突，扣过来一下前跳地，腿瓣再往前找这个机会。好了，坐地炮一扣，震一脚，5-3，短时间之内了，皇姑也是连胜2局。其实也显得这场比赛呢，这样的比赛打的并不是这个很慢啊。如果一旦这个劲儿上来，两个人打得很快。看这一局控制距离方面，老 K 也是不愿意再往前上了，尽管时间会很多。好了，这是突然的一个前插，
他一直在防守啊。皇姑在时间的压力之下呢，可能是愿意多往前蹭一蹭，可是最终呢还是被一脚踢死。当然这一局呢获得一小局胜利呢，在这种街霸模式的这种1v1模式的方面下呢，输一小局无所谓，关键是输的那一局能不能给自己后面人留气儿。也是关键的。你比如说，我输了你这一个人，但是你把气儿全浪费光了，我留3颗气儿啊。当然，这种情况可能存在不是很多啊，但是如果有的话呢，也并不是很衰吧。我觉得还是也有翻盘的机会。好了，前跳落地，直接天地反，没有 bug 阵的意思啊。皇姑有点想法，但是这一局还是稳胜了啊。这局还是稳胜了。别看这个老 K 呢是有反扑的意思，这个跳地没踢中呢，老 K 啊就是有点想法，他的想法应该就是比较懵逼的节奏啊。好，来看看落地天地反过来，看来这个姑姑这又是要翻盘连胜3局的节奏啊。老 K 跳地，结果两个人在空中下滑的时候，皇姑想了想啊，并没有什么判定，所以说他选择落地抓了个地狱节落，5比4。顷刻之间呢，老 K 的5连胜变成了又转而变成了对方3连胜，5比4的情况下，这个比分看来追的还是挺快啊。所以说这场比赛我就说啊，这个骚劲儿十足啊，非常骚啊！你看这个老 K。连胜5局很是嚣张，结果呢又是被追回。好了，前一个天地反，后小跳原地起跳直接震，没敢捡，前再天地反，还是要 bug 阵。便宜啊，老 K 很贼啊，他想这个虚晃一下对方。好了，这一次是把对方打成残废之后呢，这个皇姑是前冲想要打伤害，结果落地呢抓的一瞬间被对方抓了一个反手。你看起身反手非常赖啊，他赖在哪儿呢？反手压剑拉后，如果你踢我重腿，我防着；如果你落地想要下轻腿啊，或者什么落地想要抓蓝山什么之类的，哎，我就抓你，必是我抓你，因为你后落地，我先在地下啊，非常占优势的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安全抓啊，确实很厉害。起身反手压剑，看看朝天角这一局，老 K 获胜一小局之后呢，如果结束对方3连胜，果然是结束对方3。这一局装逼啊，这无所谓。这种情况下，直接再正摇地也行，然后你稳死啊。但是事实上我想说，他这个跳地踢出 counter 的，明显这个皇姑也是心情很压抑。哎呦我操，明明是我嘛啊！然后也许可能大概是，然而未必就不见得嘛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好了，看看这一局，震过来，老 K 呢，我感觉这种情况下两个人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是谁能结束对方获胜，然后就感觉就好像自己能连胜一样啊，感觉上是这样的。当然这一局可以看到头上符抓过来，后没有震，前站壁。想要跑抓，但是没有给这个机会啊！想要跑抓，但是机会没给。老 K 再续加技，抓过来之后呢，看看这边前跳地直接天地反，落地的好的漂亮，这一局两个人写的差不多。跳地蓝之山漂亮，这是1比1小平。但是这一局你可以看到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两个人打成1比1平。可是你看这个气儿方面啊，那就是老 K 稍微的占点优势。不过呢，咱们通过细节可以发现，老 K 也是想抓蓝之山啊。他这个蓝之山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失误，也就是说，就算是大神，也有蓝之山摇成那个反摇前腿那个里头那招，就是说跑过去一个跪地那个啊，就是传说中的排山倒海啊。跳地过来，站壁没有确认出蓝山，然后左右，漂亮！皇姑一个非常诡异的这个远距离奔袭式跑抓啊，扣来之后呢，再前跳逆向天地反有 bug 阵，跟反大升龙小升楼，震成一丝血呀！老 K 这一局小翻盘我操！哥哥皇姑正摇想要再直接震，但是皇姑这一次破掉了地雷阵。看看这颗气，老 K 爆气。一个重攻击和一个轻攻击，老 K 看看怎么慢慢往前蹭，2秒1秒，头上符跑了。这一脚虽然踢着这一脚，可是时间到了，没招了啊。好了，6比5，
这个比赛呢，自这个5比0之后呢，在当时比赛的现场呢，很多人都说皇姑应该是拉倒了啊，应该是打不了。结果呢，打成6比5，也证明了皇姑的大门确实是有点意思啊。但是呢，他这个大门呢，为什么说这个皇姑的大门呢，并不是很震撼的大门呢？这个大门和大门单挑，你们记住啊，同样的人物单挑的不一样。这同样的东西单挑，它和你用这个人去打别人不一样。皇姑的大门呢，之所以在这个拳皇界不是很出名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打就是老 K 的大门是打什么灰灰的千鹤，什么灰灰的大猪啊，灰灰的八神，什么叶枫的玛丽，他都有一套。可是皇姑呢，并没有，皇姑可能也就是专门针对于对方大门有一点把刷了，而且确实玩的不错，咱们可以看到。当然这一局可以看到老 K 呢，真是玩心眼了。应该说呢啊，继对方连胜3局又获胜1局的情况下呢，达到了5分，马上追回来的情况下，老 K 呢，他大门玩的就应该说比较沉稳。他这个沉稳呢，也并不是说缩在角落里啊，他就是说跟你控制黄金距离，你不上我不上，有点像那个食神里面那个敌不动我不动，敌要动我抓死他啊，一顿朝天。老 K 呢，前几局输啊，也是有几局啊。太依靠自己的这个蓝之山了，太依靠抓，但凡依靠抓就不行。看这一次突袭一个跳地，接上一个超必杀的蓝之山，扣过来之后呢，还剩下20秒。这点血皇姑看看怎么好的，还想打8个阵，左右，但是这个阵的比较随缘啊，没有正中。跳 A 还有机会翻盘，皇姑轻手一摸6秒，老 K 看来是铁要龟，原地起跳地，左右站 C 轻手一摸。这个轻手封招，他的想法很好啊，就算你连站臂或者站重腿，咱俩大不了相杀，而你只要是跳，你必死，就算是相杀的话呢，对吧？我血多，你血少啊，我无所谓啊。而有时候这个站 A 啊特别赖，而且站 A 就是主要是封跳，你知道吧？怕对方的什么后跳地、什么前跳地之类的。两个人好的7比5之后，两个人左右，这一局老 K 呢是开局一个架招。前胸下臂一顿站住腿踢，超级踢啊！好了，跳 C 给卡过来，前腿把，大门的下重腿呢啊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说这个距离特别短，但是呢发招和出招、收招啊什么的啊都特别快，而且还能取消出别的招，所以说下重腿呢其实也是神技之一啊。腿把过来，正摇 C 一抓，站臂直接震，但是没成。老 K 还是莫名其妙的练了个前轻手啊，咱不知道这招的目的是啥啊。后跳被踢，这一局应该是拉分了，这一局基本上差不多了啊。5秒，好了，跳地没有蓝之山，最后呢是直接被摸死。7比5之后，如果要是7比6的话，那么这场比赛绝对是悬念重生。看看老 K， 前跳落地，轻手一摸，空中跳地一抢，原地起跳，不敢出头，他不敢前压头上服啊。因为有的时候呢，这皇姑并不愿意起跳，但突然一个起跳呢，也是很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抓头上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皇姑，对方应该说卖了个破绽，然后皇姑并没有把握这次机会，否则就2比0直接拿下。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跳地过来，他原地跳轻手啊，目的就是可能是有点慌了。而老 K 呢，抓住机会非常稳，直接重腿，然后确认出正腿的一个蓝之山。跑点脚过来之后呢，看看这边的皇姑。前跳地啊，漂亮！1比1小平无所谓。这一局开局抓蓝之山，在血量上占优势，然后呢自己还有一颗气。老 K 开始刚性地反击，腿把一下，再找这么个机会，跳地落地跟反，下盘起手，就一顿下臂啊！皇姑也是开始玩起了这个气人模式啊，生气人模式。朝天交，再朝天，前跳起来一摸，落地朝天再跟，原地起跳。感觉老 K 好的跳地蓝之，哇，漂亮！皇姑反抓一手，这一手抓的很，应该说啊，这个当之无愧啊，两个人确实都打昏头了。刚才这一个战轻手呢，也是由于紧张，但这一次回身绕后打了一个蓝之山，确实是让这个老 K 也是不得不服啊。7比6，看看这一局。再次的把比分这个压低啊，应该说减少啊。这老 K 这局应该说比较应该说这个比较重要了。如果被追成了7比7平，两个人过情人节的话啊，那就太嘚了。跟反大升龙小升龙，空中跳 CD 逆向一摸，好了，两个人同时出了一个必杀。但是老 K 呢是获得了优势啊，
前跳 C， 咱们看一下慢镜头显示啊，跳 CD 跟 AB 闪身，两个人抓一点前，这个应该是同时啊，要练必杀的。结果啊，这个应该说蓝之山这个东西呢，就有的时候呢练快不一定占优势，有的时候练慢那肯定是要吃亏。但是多数来讲啊，这个练指令头的时候一定要压键，就是压的时间越久，你这个指令头效果越强啊。这个大家伙要了解。好了，天地反直接秒杀了啊！这一局输的应该是皇姑输的很干脆的啊，因为老 K 应该是有点，因为这个人很狂躁啊，这个人啊，直接就把这个皇姑给揪住了。那么8比6之后呢，看来两个人要69啊，看来是要69，奔着69使劲。小狼最喜欢的比分之一嘛啊！看老 K 开局往前小压一道，跳 CD 过来，下盘起手落地，天地反。跟反大圣龙、小圣龙，其实如果在没有气儿的时候呢，也有一招可以破这个 bug 阵，就是反手。很多人说没有气儿，你反手有什么用？就也类似于像这一种 bug 吧，就鬼步那种错误 bug。如果一旦反手，就是你明显看出来一个蹲起的一个姿势，这样的话你对这个 bug 阵就免疫，除非是被指令头投中，否则就是被这个 bug 阵免疫啊。有点类似于像千鹤那个布阵，这类似于像千鹤布阵这个打完之后呢被反击，然后防住两个人对相杀一点之后，然后千鹤浑身无敌，有点相像啊，有点，但是呢 bug 肯定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就是很诡异的啊这么一个阵，但实战当中呢基本上很少啊有这种东西，那也不太实用啊，也不太实用。多数来讲呢，现在呢也有安全阵，也多数没有那种就是直接正摇臂大圣龙、小圣龙那种阵法。好了，朝天脚。腿把前跳地，落地好了，跳地蓝之山。皇姑这一局呢，应该说把握的时机不错，虽然说没有把对方秒杀，这一局很重要，战壁直接战漂亮。刚想说没有把对方秒杀啊，他这个阵呢，虽然说多数来讲也是随缘，这个往前蹭一步战壁，但是啊，这个能打中啊，你能杀死人，对吧？你能杀死，能抓住老鼠的猫，对吧？你去就是好猫是吧？啊。好了，爆气！看回来，你看这一局两个人拼的是这个血肉横飞啊，两个人都是打进攻，跳地没有跟上蓝之山，姑姑有点着急。这个很着急啊！你看啊，被踢了2脚之后，他反踢1脚战壁，然后呢，这个跟反本身是要这个架招，可是这个前冲可以看到2个前冲啊。第一个前冲有 counter， 我怀疑好像他这并不是前冲，好像是反摇前腿的这个征兆啊。然后这个第2次前冲被踢，那就是有点着急了。6-9，两个人打成6-9的比分，直接一个阵，看看前落地下盘，跳 CD 卡空。老 K 这一局并不是很占优势啊，几个拳脚呢让这个皇姑踢的挺悬的，轻手确认天地反，直接再晃一个地雷阵加气儿。这一局的话呢，第一局上来应该说皇姑赢得很干脆，但皇姑这个赢的绝对是防守，靠防守啊，老 K 没打进去，有点着急。胜利在望啊，对方只有连胜4局啊才能获胜，所以说这个老 K 呢想法呢也是可能比较激进吧啊，有点着急。前跳 C 逆向，结果被直接的蓝之山抓回来，而且这边能扣进角落，看皇姑怎么去压。前跳 C 逆，哎呀！前跳 C 逆向，他是不是认为老 K 这样神奇的人物不会中这个逆向啊？没有后续，如果他刚才打的有后续的话，就死了啊，直接秒杀了。这一局给了老 K 一个翻盘的机会，看看前跳地轻手一摸，朝天脚一根，皇姑暴气，想用一个轻攻击直接摸死对方。老 K 居然选择防守，整体方面上来讲血量好的，现在血量占优势了。两个人开始，我这太龟了啊！什么神龟包王附体呀、战壁一燃，时间后跳地，哎呀，很后悔刚才没有前朝天脚。如果他前朝天脚的话啊，那绝对是不一样的。看看现在2个大门，好的。刚一开局，老 K 就以迅而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啊，迅雷不及掩耳盗铃，这个空乏其身，行不乱取所为。再跳 CD， 好的，蓝之山抓中一点。皇姑这一局一开头并没有被打傻，看看前冲跳 C， 下盘头上浮被踢1脚，两个人相杀不合适，跳 CD 踢1脚再跟，回身被刚，战壁挥空，战壁再踢1脚落地，前跳地，哎呀，一个推波掌直接推死。这样的话呢，在一场1v1抢食的过程当中呢，老 K 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尽管皇姑呢在中期的时候啊有一个短暂的爆发，但是最终的结果呢还是
这个当之无愧的这个老 K 是当之无愧的大门第一，没说的啊。但是最终呢啊，这个咱们也可以看到啊，打1v1比赛当中也没有差距这么大吧啊，都有机会。那么下场比赛呢，才是真正的恐怖的大门的实力展示，传说中的大门传奇。下一场视频，大家伙一定要观看，听明白啊，一定要观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